我修炼千年渡劫失败，天雷劈下来时，我被劈得东倒西歪，虽然没死，但却意外被一个破系统绑定了。叮，检测到宿主求生欲极强，灵魂与治愈系圣母系统完美适配。系统任务，请宿主伪装成千年人身，潜入药王谷，获得少谷主顾清风的信任与爱意，并成功攻略他。任务失败，抹杀。任务过程中暴露毒物身份，抹杀。我被强行改造成了一株千年人参，还没等我回过神，就被药王谷弟子从土里请了出来，放进铺满顶级灵玉的盒子里。苍天有眼，我药王谷终于寻得此等圣品，少谷主有救了！我被他们当成祖宗一样，供在药王谷最核心的灵职园，周围各种珍稀灵药都对我散发出敬畏和讨好的气息，可我只想摆烂被系统抹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只见顾清风，药王谷少谷主，我这次的任务目标走了过来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，轻轻触碰我的一片叶子。你就是传说中的千年参王吗？别碰我，我的叶子能毒哑一头灵兽。警告，检测到宿主抗拒情绪，请维持圣品人设，否则将启动1级电击惩罚。我认命地舒展了一下叶子，装作很享受他的抚摸。顾清风笑了，见此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你果然有灵性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。你要快快长大，药性圆满。福儿还在等着用你续命。哦，原来是系统提到的他那个体弱多病的白月光。我表面上迎着他的目光，一副包在我身上的可靠模样，内心却在冷笑。续命，等我恢复了功力，第一个就送你那白月光去见阎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过上了猪一般的供奉生活。顾清风每天雷打不动的来灵职园看我，他用最顶级的灵泉为我浇灌，用灵力为我梳理经络，甚至还对着我弹琴说话。申儿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你是不是也很开心？他对着我一片叶子上的露水，然后得出结论。看，你高兴的都流泪了。我那是被他肉麻的生理性分泌的汁液。申儿，我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滋养法阵，今晚就给你布上，你一定会更舒服的。我信你个鬼！那种法阵会激发植物的生命力，对我这种毒物来说，跟架在火上烤没区别啊！系统任务，请对顾清风的示好做出积极回应，提升好感度。我只能忍着法阵带来的灼痛，把自己的须根往他站的方向挪了挪。顾清风果然大喜过望，他蹲下来看着我那条须根，喃喃自语：“你是喜欢我吗，申儿？”我喜欢你个大头鬼！警告，恶意攻击任务目标，2级电击惩罚准备。我立刻把须根缠上了他的手指，轻轻蹭了蹭，他耳根泛起可疑的红色，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波澜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。从那天起，他对我更好了，好到药王谷上下都开始流传，少谷主怕是中邪了，竟然爱上了一株人参。他开始跟我分享心事，大多是关于他那个叫林福儿的白月光。福儿她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连吹针风都会咳嗽半天，是我没用，学了这么多年医术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生命力一点点消逝。申儿，等你的药性彻底圆满，我就取你入药，救她的命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仿佛要被炖了的不是我，而是他的心肝宝贝。我表面上抖了抖叶子，一副为爱献身的悲壮模样，内心却在疯狂计算，按他这个养法，不出3个月，我的毒性就会被灵气彻底压制，到时候别说毒死他白月光，毒死一只蚂蚁都费劲。不行，我得想个能让他白月光暴毙，又不会暴露我身份的办法。这天，当初把我请回来的药王谷徐长老来了，他看着顾清风，正对着我含情脉脉地说话，一张老脸拉得老长。清风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这乃是救命的圣药，不是你的玩物。师叔，我只是在与他交流，培养药性。胡闹！我从未听过灵药还需要这样培养，我看你就是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说着，他伸手就要来拔我的一根须子。我的须子现在看着普通，但还残留着本源毒素，被他这种大能一探，绝对会露馅。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时，顾清风挡在了我面前。师叔请自重，他是我的。徐长老愣住了，我也愣住了。走前，他指着顾清风的鼻子，痛心疾首：“你糊涂啊！
为了一个人参就要毁了自己，你对得起药王谷吗？顾清风的脸色白了白，但依旧坚定地护在我身前。等徐长老走远了，他才转过身，有些歉意地看着我。对不起，吓到你了吧？他伸手想碰碰我的叶子，又缩了回去。我看着他这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恶毒的念头。既然你那么心软，我就饶你的白月光几天。叮，检测到宿主产生高级攻略思路，系统表示赞赏，奖励灵植魅惑技能，时效1炷香。我眼前一亮，立刻催动了灵植魅惑，一股奇异的香气从我身上散发出来。顾清风的眼神瞬间变得迷离，他怔怔地看着我，仿佛在看他此生唯一的挚爱。我控制着一根最漂亮的藤蔓，轻轻拂过他的脸颊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。深儿，你真美。我忍着笑，藤蔓顺着他的脖颈滑下，缠上他的手腕，拉着他的手按在了我自己的主根上。那里是植物的心脏。顾清风的手触碰到我的那一刻，浑身剧震，一股磅礴又精纯的生命力顺着他的掌心涌入他的体内。当然，这是我用系统奖励的能量伪装出来的。他闭上眼睛，脸上露出沉醉的表情。我用神识将一道柔媚入骨的声音送入他的脑海：清风，你真的舍得吃掉我吗？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是我呀，你的深儿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别人。你能说话了？是你的爱意滋养了我，让我开启了灵智。太好了，又太糟了。你开启了灵智，我怎么还能忍心？我心里的小人叉腰狂笑，恋爱脑就是好骗。我乘胜追击，清风如果救他，一定要用我的命。那你会怎么选？这个问题像一把刀插进了顾清风的心里，他脸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1炷香的时间快到了，我见好就收，切断了神识联系，收回了藤蔓。顾清风猛地回神，看着空无一物的前方，再看看我这株安静的人参，脸上写满了茫然和失落。是幻觉吗？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得意地抖了抖叶子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从这天起，顾清风看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不再是看一株药，而是看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对着我说话的时间更长了，内容也更私密。他甚至开始跟我商量：深儿，你说有没有别的办法，既能救福儿，又不用伤害你？他每天都在翻阅古籍寻找两全之法，整个人都憔悴了一圈。我乐得清闲，每天装死，偶尔用须根蹭蹭他。就在我以为我能这样一直拖下去，一个消息传来：少谷主，林姑娘的病情突然加重了，长老们决定必须立刻用灵草为她续命。不行，参儿已经开启灵智，她是一条生命，我们是医者，不是屠夫。哼哼，少谷主，你莫不是忘了，林姑娘也是一条生命，而且她还是你的未婚夫。顾清风瞬间语塞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一株草木，就算有灵，又怎能与人相比？何况是为了救人，为了药王谷的声誉，为了你和林家的婚约，这株人参必须用。最终，顾清风被压下关了禁闭，取药的日子定在3天后。这破系统到底靠不靠谱？系统检测到宿主情绪极度不稳定，正在启动安抚程序。安抚你个！请宿主冷静。根据数据显示，顾清风对你的好感度已达90%。那又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就要被拔了！转机即将出现，请宿主相信系统。我信你，我就是猪！我信你，我就是猪！3天时间转瞬即逝，灵芝园外站满了人。徐长老亲自带队，捧着一个玉铲，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。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弟子，抬着一个特制的药炉，看着架势是打算就地取材，现场熬汤。系统，你说的转机呢？再不来，老娘就要成一锅汤啦！神王，
怪只怪你命不好，也怪清风那孩子太痴。你放心，我们会给你立个碑，药王谷上下都会感念你的恩德。说完，他举起了玉铲，我准备在被挖出来的那一刻引爆我所有的毒素，就算死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。住手！他挣脱了禁闭，双眼赤红的挡在我面前。都给我住手！谁敢动他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你疯了！你真的疯了！为了这株妖参，你连福儿的命都不要了吗？我没有，师叔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两全的法子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找到两全的法子。没有时间了，林姑娘已经快不行了。今天这药，你用也得用，不用也得用。他大手一挥，几个弟子立刻上前，想要制住顾清风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虚弱又温柔的女声响起：“都住手吧！”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。一个女子在侍女的搀扶下走了进来。林福儿那张脸美得惊心动魄，带着一种楚楚可怜的病态美。我通过系统共享的视角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，长得是不错，可惜是个短命鬼。等等，这股气息有点熟悉。我仔细地闻了闻空气中属于她的那丝味道，清甜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。我的根须猛地一缩，全身的毒汁都在这一刻逆流，叫嚣着沸腾着。这一张脸，这个味道，华晨辉我都认识，这不是我斗了1000年的死对头，那株骚断腿的剧毒植物断肠草吗？那株骚断腿的剧毒植物断肠草吗？我整株植物都傻了。断肠草学名钩吻，毒性发作时，中毒者肠穿肚烂状及痛苦，故得此名。我跟他一个称霸北方毒物界，一个盘踞南方沼泽地，向来王不见王。1000年前，为了争夺天下第一毒的名号，我们约在昆仑之巅大战了3天3夜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双双修为倒退500年。从那以后，梁子就结下了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装成一副快死的样子，成了顾清风的白月光。当年大战，我伤了他的根基，他也毁了我的道体。我渡劫失败，8成跟那次暗伤有关。他这是也出了问题，需要靠吞噬其他灵植的精元来续命，所以他就伪装成柔弱女子，骗取了顾清风这个冤大头的同情和爱护，目标就是药王谷这些天才地宝，而我这株千年人参就是他菜单上的主菜。警告，检测到宿主剧烈情绪波动，能量场极度不稳，请立刻平复。此时外面的闹剧还在继续，断肠草林福儿柔弱地倚在侍女身上，对着顾清风露出了一个凄美的微笑。没事的，清风哥哥，别再为我为难大家了。我知道，禅王有灵。他一边说一边咳嗽，咳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是福儿的命不好，不该强求。顾清风心疼得无以复加，连忙上前扶住他。福儿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我已经心满意足，与其让他为我牺牲，不如就让我这样去了吧。好家伙，这演技，不去凡间唱戏都屈才了。他这番以退为进，把顾清风和一众长老拿捏得死死的。果然，徐长老当场就感动了。林姑娘，你真是深明大义。你看看人家姑娘多懂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顾清风被他逼到了墙角，脸上血色尽失。他看看断肠草，又看看我，眼神里的挣扎几乎要将他撕裂。断肠草看着他这副模样，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和贪婪。他通过空气中只有我们才能分辨的气息，向我发出了无声的挑衅。蠢货，没想到吧？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养料了。我用夜间的轻微战动回应他，你别得意。空气中火花四溅，当然在别人眼里就是林姑娘病得更重了，而那株人参似乎也感受到了悲伤的气氛，在微微发抖。林福儿又开始飙演技了，她伸出纤弱的手抚上顾清风的脸颊。清风哥哥，答应我不要伤害参王，就当我最后的心愿好吗？顾清风握住他的手，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好，
我答应你。他在睁开眼时，眼神已经变得空洞，我顾清风自愿放弃少谷主之位，退出药王谷。从此我与药王谷再无瓜葛。这株人参是我私人之物，它的去留由我决定。说完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就要将我莲盆端起。这一招釜底抽薪，让所有人都懵了。徐长老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“你敢！”段长草也急了，顾清风要是把我带走了，他还吃个屁！清风哥哥，你不能走！他猛地推开身边的侍女，几步冲到顾清风面前，想要拉住他，可他脚下一个踉跄，直直地朝着我这边摔了过来。好一招无意扑倒，他的目标根本不是顾清风，而是我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我做出了反应。如果被他得手，我不死也得残。系统抹杀和被他吸干，我选择同归于尽。我一直伪装成普通藤蔓的一根侧枝猛地弹起，狠狠抽在了他的手腕上，一声脆响；狠狠抽在了他的手腕上，一声脆响。断肠草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尖叫，整个人被抽得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柔弱不能自理的林姑娘被一株人参抽飞了。顾清风僵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徐长老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老眼昏花。断肠草躺在地上，手腕上多了一道深紫色的鞭痕，那是我的本源之毒。他疼得在地上打滚，再也维持不住那副病美人的模样。商路，你敢伤我！他用神识对我发出怨毒的咆哮，我毫不示弱的回敬：先动手的！警报！警报！宿主身份暴露风险高达99%，即将启动抹除程序。10、9、8。抹杀个鬼！老娘今天要清理门户！我不再压制自己的毒性，紫色的毒物从我体内瞬间爆发，弥漫了整个灵芝园。我根茎迅速变回了妖异的紫色，无数带着倒刺的藤蔓从土里钻出。我的本体，那株修炼千年的剧毒商路，终于重见天日。药王谷的弟子们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的往外跑。徐长老等人也是脸色煞白，祭出法宝如临大敌。只有顾清风傻傻地站在原地看着我，他的世界观正在崩塌。商路，你找死！他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无数墨绿色的藤蔓从他体内爆出，现出了原形。2株绝世毒物就在药王谷的灵芝园里正式对上了。断肠草的藤蔓像毒蛇一样向我袭来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我的藤蔓也迎了上去，这话该我说才对。一时间，紫色的毒藤和墨绿色的毒藤缠绕在一起，周围那些珍贵的灵植沾上一点就立刻枯萎，化为黑水，整个灵芝园瞬间变成了修罗场。我们一边打，一边用植物界的语言疯狂对骂：你个坏东西，你个坏东西，1000年不见，还是这么下作！我们一边打，一边用植物界的语言疯狂对骂：你个长不高的大蒜，不好上在你的毒地里待着，好来这里装什么人参？老娘乐意，总比你装病骗吃骗喝强。你懂什么？这叫策略。你这种头脑简单的蠢货是不会明白的。我们的骂战在药王谷众人听来就是一阵阵意义不明的嘶吼和咆哮，但顾清风不一样，他离我们最近，又因为精神力与我们有了一丝微弱的联系，所以他能听懂。我看到他站在一片狼藉之中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他那张俊美的脸上，表情从震惊到呆滞，深情守护的救命人参是剧毒商路，体弱多病的白月光是断肠草。而此时，我和断肠草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，把压箱底的本事都使了出来。我喷出腐蚀性极强的毒液，他释放出麻痹神经的毒气，整个灵芝园被我们拆得七零八落，价值连城的灵药死伤无数。徐长老在外面急得跳脚，却又不敢进来。孽障，2个孽障啊！毁我药王谷1000年基业！就在我和断肠草缠斗的难分难解之时，我脑子里的系统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尖笑。检测到超高浓度、超规格的剧毒能量碰撞，系统核心程序紊乱，能量过载，即将爆炸！3、2、1。我感觉我的神魂深处有什么东西炸开了，巨大的能量冲击波从我体内扩散开来，
将缠在我身上的断肠草也掀飞了出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悠悠转醒，我感觉自己变小了，一株只有8掌高，长着2片嫩叶的小苗。我辛辛苦苦修炼1000年的道行，被系统自爆给炸没了。不远处，另一株同样大小、喵了吧唧的绿色小苗也在风中摇曳，是断肠草，它也被炸回了原形，我们2个两败俱伤，谁也没讨到好。灵芝园里一片死寂，原本的仙境现在像是被狗啃过一样，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和黑色的毒液痕迹。顾清风缓缓地走了过来，他在我们2株小苗的中间蹲了下来，看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要一掌一个把我们都拍死，但他只是伸出手，在我头顶的嫩叶上轻轻弹了一下，又在断肠草的嫩叶上也轻轻弹了一下，然后他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，一本正经地开口：所以我现在到底该先给哪一颗浇水？我和断肠草都懵了，这剧本不对啊，他不应该是指着我们痛斥我们是欺骗他感情的骗子，然后要么把我们挫骨扬灰，要么把我们泡进福尔马林里做标本吗？浇什么水？浇开水吗？顾清风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困惑，他从储物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玉瓶和一个小小的花洒，玉瓶里装的是药王谷最珍贵的9天灵泉，他小心翼翼地往花洒里倒了一点，然后举到了我们中间。他指了指我，你是伤途性喜阴，但现在太虚弱了，需要点阳气中和一下。我和断肠草在风中凌乱。大哥，我们是毒物，我们刚刚差点拆了你家，我们还骗了你。顾清风似乎下定了决心，他先是拿着小花洒给我浇了一点点灵泉，灵泉入口，我干涸的经脉得到了一丝滋润，然后他又走到断肠草那边，也给他浇了一点点。断肠草那蔫了的叶子也稍微挺立了一些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拍了拍手，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从今天起，你们2个就在这里好好反省，谁先长到1米高，并且期间没有释放毒素，也没有互相攻击，我就考虑放谁自由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留下我和断肠草2株小苗面面相觑。不是，这算什么？劳动改造？我用我仅剩的一点神识，冲着断肠草咆哮：都怪你这个蠢货！要不是你个疯子突然发难，我早就成功了。你成功个屁！你成功了就是把我吃了，吃了你又怎样？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我们2个又吵了起来。虽然在别人看来，只是2株小苗在风里抖得比较厉害而已。顾清风走到灵芝园门口，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。吵吧，吵吧，精力还挺旺盛。看来是灵泉浇多了，明天开始只给你们浇普通井水。我们2个瞬间安静如鸡。这个男人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才深刻体会到顾清风到底哪里不对劲了。他黑化了，不再是那个温润如玉、多愁善感的少谷主了，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、说一不二的典狱长。而我和断肠草就是他监狱里的2个囚犯。他每天都会准时来视察，手里拿着一把小尺子，量量我的身高，再量量断肠草的身高，然后在一个小本本上记录下来。商鹿昨日生长灵，断肠草昨日生长灵。商鹿叶片光泽度良好，无病虫害；断肠草叶片边缘有轻微卷曲，疑似缺水。提出表扬，昨日双方均未发生攻击行为。提出批评，半夜偷偷用根须互殴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今天的井水减半。我和断肠草欲哭无泪，这个变态，他竟然在灵芝园装了监控法阵。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，为了能早日脱离苦海，我和断肠草被迫达成了停战协议。我们不再互殴，不再对骂，甚至开始互相帮助。比如，我发现有一条蚯蚓想啃断肠草的根，
我会用我的根把它拱走。但长草发现有一只鸟想啄我的嫩叶，它会晃动自己的叶子把鸟吓跑。我们的关系从死对头变成了一种诡异的狱友。顾清风对我们的进步表示很满意，他开始给我们改善伙食，从井水升级到了山泉水，偶尔还会用稀释了100倍的灵液给我们施肥。在他的精心照料下，我和断肠草茁壮成长，我们也长大了点儿，修为也恢复了一些，至少可以进行简单的身世交流了。喂，大蒜，哼，干嘛烂根草？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就不恨我们吗？断肠草问出了我心中同样的疑惑，我沉默了。是啊，他为什么不恨我们？我们毁了他的爱情，毁了他家的园子，还毁了他的3观。他不仅没杀了我们，还把我们当盆栽一样养着，图什么？我想了想，得出一个结论，可能他脑子被我们打坏了。有道理。就在我们讨论的热火朝天时，顾清风又来了。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小篮子。他从篮子里拿出2块小牌子，一块插在我面前，上面写阿九；另一块插在断肠草面前，上面写着阿红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叫这个名字了。我看着我面前那个阿九的牌子，感觉我1000年的毒物尊严被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断肠草也气得叶子发抖。阿红，这么俗气的名字，配得上他南方毒后的身份吗？顾清风仿佛看穿了我们的心思，不许反对，反对者断水3天。我们瞬间又蔫了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顾清风又从篮子里拿出1壶酒、2个杯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他席地而坐，就坐在我和断肠草的面前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又在地上倒了一杯。这杯敬我死去的爱情。他一饮而尽，然后又倒了一杯。这杯敬我那碎了一地的3观。他又一饮而尽，最后他举着酒杯对着我和断肠草笑了，那笑容灿烂又危险。这杯敬你们，感谢你们让我看清了什么狗屁爱情，什么救死扶伤都是假的，只有力量才是真的。是你们让我悟了。完了！我和断肠草同时打了个寒战。这哥们绝对不正常了，他不是受刺激过度，脑子坏了吧？顾清风开始疯狂的修炼，他把药王谷所有关于毒术、蛊术、傀儡术的禁书都翻了出来。他日夜研究，甚至开始拿灵芝原理那些普通的药草做实验。有时候他会抓来一只毒蛇，用它的毒液滴在我的一片叶子上，观察我的反应。他开始不停地做实验。上路之毒霸道无比，可瞬间腐蚀血肉，与蛇毒混合，似乎产生了一种新的麻痹效果。他记录完之后，又会跑到断肠草那边，用同样的方法做实验。勾眼之毒主攻神经，发作缓慢但无解，若与诸毒结合，毒性竟能增强3倍。我和断肠草从囚犯变成了他的实验素材，我们每天都活在心惊胆战之中，生怕他哪天研究上头了，直接把我们2个给炼了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喂，我们不能再这样坐以待毙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这点道行，连他的一个指头都打不过。我们得跑。怎么跑？这里到处都是他的结界和监控。等一个机会。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药王谷的老谷主，也就是顾清风他爹，闭关出来了。老谷主出关第一件事，就是听说了自己儿子疯了的传闻。他带着几个长老冲到灵芝园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。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，正盘坐在一堆毒物和禁书中间，周身环绕着淡淡的黑气，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。而在他面前，2株长势喜人的毒草正瑟瑟发抖。逆子，你在做什么？顾清风缓缓睁开眼，看到他爹一点也不惊讶。父亲，您出关了。我再不出来，药王谷就要被你改成五毒教了。还有这2株妖物，当初就不该留着他们。来人，给我铲了！
烧了！两个长老立刻就要动手。顾清风站起身，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体内爆发出来。谁敢动他们？几个长老都被震得后退了几步，他们惊骇地发现，顾清风的修为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突破到了他们都无法企及的境界。药王谷谷主不敢相信，你入了魔道！魔道、正道，父亲，在我看来，能让我变强的就是好道。父亲，在我看来，能让我变强的就是好道。他看了一眼我和断肠草，他们不是妖物，是我的老师。今天谁要动我的老师，我就要谁的命。我和断肠草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机会。趁着没人注意，我和断肠草同时行动了。我们把这几个月积攒的所有力量都汇集到了根部，我们同时拔地而起，化作2道流光，朝着2个不同的方向冲向灵芝园的结界。想跑？我们还没撞上结界，就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从身后传来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回去，啪嗒2声掉在了顾清风的脚边。他弯下腰，一手一个把我们提了起来。老师们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他那笑容在我看来比魔鬼还可怕。没去哪儿，就是想活动活动筋骨。是啊，整天待在一个地方都长胖了。哦，是吗？既然你们这么有活力，那不如帮我做个实验吧。他提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，炉火正旺。我最近新研究出一种万毒归一丹，正缺2味主药。他把我们提到丹炉上方。你们说是用商露做主药好呢，还是用断肠草做主药好呢？别让我们下去！别！有话好好说，我们知错了。我们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我们再也不跑了，求求你！一旁的老谷主等人看着这诡异的一幕，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了。清风，你快放开他们！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顾清风置若罔闻，他低头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2个打一架，谁赢了谁就可以活下来做我的第1毒宠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期待？他脸上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，说出的话却让我们如坠冰窟。这个疯子，他竟然要我们自相残杀。我看向断肠草，他也正看着我。顾清风在我们周围设下了一个结界，他像一个看斗兽的帝王，慵懒地靠在椅子上。开始吧，动手吧。你好像一点也不怕。怕有什么用？他的眼中带着一些决绝。反正今天我们2个只有一个能活下来。他说的对，与其被他当成丹药炼了，不如拼死一搏。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彼此。下一秒，我们同时动了，紫色的藤蔓和绿色的藤蔓立刻缠绕在一起。但这一次没有了之前的喧嚣和怒骂，只有沉默的致命的攻击。我们的每一次出手都用尽了全力，都朝着对方的要害而去。很快我们就挂了彩，他的叶片被我的毒液腐蚀得坑坑洼洼，我的主根也被他的藤刺穿了好几个洞。我们都大口地喘着气，但谁也没有停下的意思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一停下，顾清风就会不高兴，他不高兴，后果很严重。结界外，顾清风看得津津有味，他甚至还在记录着什么。有趣，真有趣。他像一个痴迷于研究的学者，完全不在意我们是生是死。战斗不知道持续了多久，我和断肠草都已经到了极限，我们瘫在地上，连动一根须子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顾清风的脚步停在了我们面前，他蹲了下来。既然分不出胜负，那就一起来吧。他说着伸出了2只手，抓向我们的天灵盖。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我和断肠草在被他抓住的瞬间，体内残存的同源又相克的2种剧毒受到了某种刺激，猛地暴动起来。2股力量以我们的身体为媒介，以他的手掌为突破口，疯狂地涌入了他的体内。他体内的灵力瞬间紊乱，正道与魔道的力量
在他体内疯狂冲撞，随即喷出一大口黑色的血，昏死了过去。而我和断肠草因为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，双双虚弱地躺在地上，整个世界终于安静了。顾清风昏迷了3天3夜，药王谷谷主请遍了天下名医，都对他体内那股诡异的力量束手无策。那是由我的商路之毒和断肠草的勾吻之毒，再加上他自己修炼的魔功，三者混合而成的一种全新的无人能解的毒。而我和断肠草作为罪魁祸首，被老谷主用18层结界锁在了一个玉盒里，扔进了地牢最深处。等清风醒了，再决定怎么处置你们。老谷主扔下这句话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你说我们是不是玩脱了？是啊，玩脱了。我们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直接把他给干趴下了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没早点弄死你。我是说后悔来药王谷吗？不后悔，至少比在沼泽地里发霉强。至少这几个月过得挺刺激，当过人参，演过戏，打过架，还把一个正道天才逼成了魔道。我这株商炉的直升也算丰富多彩了。我看着断肠草，如果我们能活下去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找个地方继续修炼，然后找你报仇？没出息。他反问，那你呢？找个山头种满我的同类，当我的毒霸一方，谁敢惹我就毒死他全家。你俩真不愧是天生一对的毒物。一个虚弱的声音突然在我们头顶响起，我和断肠草吓得叶子都立起来了。是顾清风，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地牢里，手里拿着我们的玉盒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。醒了！我体内的毒是你们搞的鬼吧？我们不敢撒谎。是。解药呢？没解药。那是我们两个的本源之毒，融合了你的魔功，已经成了一种新东西，我们自己也解不了。解不了。很好，这样你们就永远也离不开我了。他打开玉盒，把我们2株小苗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。从今天起，你们是我的本命灵芝，我的命和你们的命连在一起了。我活，你们活；我死，你们也逃不了。现在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我和断肠草彻底傻了，我们3个组成了一个修真界闻所未闻的诡异组合。顾清风没有杀我们，也没有再折磨我们，他把我们种在了2个特制的紫金花盆里，一个放在他书房的左边，一个放在右边。他走到哪就把我们带到哪。修炼时，我们就吸收他散溢出来的混杂着灵气和魔气的能量；研究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充当他的顾问，给他提点意见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对着我们2个自言自语。阿九，你说我是不是个坏人？阿红，你说我爹什么时候才能理解我？我们成了他唯一的倾诉对象，而我和断肠草也因为被强行绑定，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比如顾清风在研究一种新毒药时卡住了，我和断肠草就会用我们各自的毒理知识帮他完善配方。原来如此。顾清风的毒术在我们的帮助下一日千里，很快他就成了修真界让人闻风丧胆的毒尊，而我和断肠草也成了他最神秘最强大的底牌。我们也再也不用担心被谁炖了或者炼了，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我最初独霸一方的梦想。可现在我成了一个大魔头的贴身挂件。这天，顾清风又炼制出了一种新的毒香，他点燃一小撮，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。阿九、阿红，来闻闻看，这个叫合欢散，哦不，叫同心香，效果怎么样？我闻了一口，感觉自己全身的毒汁都在沸腾，很想找点什么东西缠上去。我下意识的就把我的藤蔓伸向了旁边的断肠草，断肠草闻了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的藤蔓交织在了一起。顾清风满意的看着我们，点了点头。效果不错，看来以后你们2个再也不会打架了。
顾清风研制那炉铜馨香之后，我和断肠草足足躲了3天，不是因为寒冷，是因为愤怒。我们明明是修炼千年的绝世毒物，天下闻之色变的存在，结果现在坐在紫荆花盆里，像2盆观赏植物一样，被一个人类端来端去，研究来研究去，顺便还偶尔给我们点一些奇奇怪怪的熏香。我对断肠草哼了一声，你那藤还缠着我根须呢，松开！明明是你缠我的，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先！昨日半夜记录如下：勾雁藤蔓率先延伸，商母须根配合缠绕，双方持续接触时长约2个时辰，情绪平稳，无攻击行为。今日奖励各交半壶灵泉。他翻了一页书，淡然无比。我和断肠草同时沉默。他在小本本上竟然还记录我们睡觉的姿势。我要发疯了！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正常的地方？更让我崩溃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是同馨香事件后第7天，顾清风忽然收到了一封拜帖，拜帖是修真界排名第3的门派玉清宗的宗主派人送来的，说他带着他的关门弟子亲自登门，欲与独尊顾清风切磋交流。我亲眼看着顾清风接了拜帖，然后嘴角微微一勾。那个弧度我认识，每次他要搞事情的时候都是这个弧度。果然，当玉清宗宗主及弟子踏进议事厅的时候，顾清风端坐上首，而在他桌上左右两侧各摆了一个紫荆花盆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断肠草。玉清宗宗主目光在我们2株植物身上扫了扫，神情有些微妙。这2盆是我的左膀右臂。我从花盆里望过去，觉得那老头的表情相当精彩。独尊顾清风，传闻他有2株神秘灵植。所谓的神秘灵植，就是我和断肠草2盆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植物。玉清宗宗主开门见山，听闻贵派近日在东海遇到了一种奇异海毒，解法不明，特来请教。顾清风手一挥，描述一下症状。宗主说了足足1盏茶的时间，我默默听完，在心里转了2圈。这毒我认识，东海深处有一种水母族群死亡之后，尸体会发酵，产生一种特殊的毒素，无色无味，渗入海水后随洋流扩散，人若不慎饮用便会中招。初期症状不明显，但会逐渐侵蚀内脏，3月内必死。且越近海的地方毒素越强，所以沿海弟子首当其冲。解法只需用鲸鱼的脊髓油脂混合淡水珊瑚的提取物熬制成药饮，再搭配清热解毒的药材即可。但问题是，我要不要说？我在心里掐指算了一下，如果我主动提供线索，顾清风大约会在小本本上记下阿九今日表现积极，奖励灵泉1壶之类的话，然后摸摸我的叶子表示嘉许。这个奖励不是不诱人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憋着不说，顾清风查不到答案，事后必然加班翻古籍。到时候把我和断肠草搬到书桌旁边，拿着各种植物挨个问我们配伍反应。上次那场景，他一边翻书一边念念有词，到关键地方就抬头用期待的眼神看我们。我撑了足足2个时辰，才没忍住把他卡住的那道题给解了。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我动了动须根，向顾清风传去一缕神识波动。他手指微微一顿，感受到了，偏过头来看了我一眼。我指了指窗外远处东海的方向。顾清风立刻意会，可是东海流毒，中毒者是否身处沿海300里以内？正是。顾清风慢条斯理地将解法说了出来，语气平静，仿佛这不过是家常便饭。独尊博学，老朽佩服。博什么学啊？那是我说的。但是顾清风接受了这一半，连眼皮都没抬，只是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轻敲桌面，嘴角那个弧度又浮现了。这个人把我当什么了？外包答题机吗？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能替他解决麻烦的工具吗？真是过分！阿红，我们被当工具人啦。工具植物有区别吗？工具人还有薪资，而我们只有灵泉。1个月后，顾清风开始带我们出门了。起初只是在药王谷附近的山间转转，他说是让我们吸收天地灵气，温养本源。我举双手赞成，和被关在书房里比起来，室外简直是天堂。我贪婪地呼吸着山间野生的湿润气息，感觉整株植物都舒展开了。断肠草
更是直接把藤蔓伸出花盆，沿着顾清风的手臂一路爬，差点爬到他肩膀上，被他毫不客气地捏着蔓尖拎了回来。规矩。他只说了这2个字，断肠草慢吞吞地把藤蔓收了回去，但我分明感受到他神识里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委屈。喂，你还好吧？断肠草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你刚才好像有点委屈。经过长时间的沉默，然后胡说，我哪有委屈？我只是嫌他把我往回拎的手法太粗鲁了。他真是太粗鲁了。又过了半个月，顾清风带我们去了一趟集市。修真界的集市人声鼎沸，各色摊位良莠不齐。他把我们放在衣袖的夹层中，他专门命人给我们定制的花盆，盆底有防毒外衣的阵法。然后他便混入人群逛了起来。我透过衣袖缝隙往外看，路过一个摊位，有人在卖百年老参，你们这些冒牌货。路过另一个摊位，有人在卖南方奇毒断肠草，是一株可怜的小苗，只有区几十年道行，定价却高得离谱。我把这个信息传给断肠草，他沉默了3秒，然后传来2个字：可怜，语气复杂。我懂，那是见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存在，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沼泽地里漫长的岁月时的感觉。逛着逛着，顾清风在一个老旧的摊位前停下了。摊主是个颤颤巍巍的老头，卖的是些残缺的古籍和落灰的法器，看起来生意惨淡。顾清风随手翻了翻，从一堆旧物中抽出一本封面破损的册子，翻开扫了2眼，他的脚步停住了。我感受到他精神力骤然一凝，他把书买下来，装进了储物袋里。我在他的衣袖夹层中能感受到他手指微微的温度上升。这个人高兴的时候会轻微发热。回到住处，他把那本古籍摊开放在桌上，然后把我和断肠草也请了出来，摆在2边。我探出身体扫了一眼书上的内容，是一本关于植物精怪修炼之道的古籍。大部分内容我都知道，但有一章让我的身体微微一震。书上写的是一种传说中的本命双修之法，2株相克的灵植，若能化敌为友，以彼此的毒性为引，相互淬炼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1000年道行的瓶颈，甚至直接凝聚人形。我盯着那几行字，久久没动。凝聚人形，这是所有灵植修炼者毕生追求的目标。阿九，不过如果你能成人形，你想变成什么样子？先别想这个。这本书上没说2株相克之物本命双修的成功率，搞不好引发毒素暴走，没等凝形就先互相毒死了。顾清风闻言沉默地翻到下一页，然后往下看了2行。成功率70%，条件是2株灵植需自愿心无芥蒂，以善意为引。书页上方用朱砂写着一行小字。顾清风把书页倾斜，对着烛光，善意者非无恶，乃愿护其不灭也。我听完这句话安静了，善意不是没有恶念，而是愿意守护对方不消亡。我看了一眼断肠草，他正面朝另一边，假装在研究桌子的木纹，但他的一根细藤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向我这边挪动了半寸。我没说什么，也没动，但我的一根须根轻轻地碰了碰那根细藤的尖端。顾清风把书合上，但我知道他在笑，因为他手指温度又高了一点。不急，慢慢来。他把我们的花盆挪回了各自的位置，然后吹灭了灯，回去休息了。书房里只剩下我和断肠草，还有窗外透进来的月色。喂，你觉得那个法子靠谱吗？断肠草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万一靠谱呢？我想了想，没有回答。独霸一方的梦想忽然变得有点遥远，又有点可笑。也许先把身边这2个麻烦解决了再说。算了，反正我上路活了1000年了，什么没见过。区区一个顾清风，还有一个阿红，应该翻不出什么大浪来。